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行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。真是太好了！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无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！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小色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色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0男儿需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
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；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他们杀了我阿弟，我要把他们都杀了！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悟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悟心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
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2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2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2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情况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动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没误解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夯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血生笨货。我乐意喊夯，夯货。笨货，那个真念笨。我就念夯，夯货。笨货，夯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原来吴昕是天外天大宗主叶鼎之的儿子，天外天压在北离的质子。正是。12年前，魔教发动战乱，是为了颠覆北离皇权。当年的护国大将军琅琊王带领北离3军，天启4守卫联合整个江湖的力量，这才打退了魔教。叶鼎之死时，吴昕只有5岁。如今12年所山河之约期限已到，天外天也要将吴昕这个少主接回去。吴昕毕竟是魔教之子，身怀罗刹堂32秘籍，放虎归山，终是大患。大觉师父要在他返回天外天之前，除去他一身功夫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但愿他们真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2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2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，要我们同行。
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二位一个问题。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二位。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二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，所以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二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二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球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。圣上，何事啊？回圣上，三顾城传来消息，天外天白发仙现身中原。我朝与天外天有约定，我叫任何人不得私入中原。这白发仙为何无故违约呀？回圣上，12年的约期快要到了。这么快，12年就已经过去了。即便差一天，12年的约定也是未到。这个魔头敢违背约定私入中原，乃是欺我朝无人。奴才请命，擒拿此贼。不记得你和寒水寺的忘忧有过几分交情啊？回圣上，当年奴才游历江湖，曾受过忘忧大师指点，但仅是指点，不敢妄称交情。也罢，吾本想江湖事江湖了，既然天外天人来了，那你就替部去趟一趟浑水吧。奴才遵旨。圣上，那质子，一切交由你自己做抉择。奴才遵旨。圣上这意思是杀还是不杀？罢了，先去看看，不能让天为天得手。萧瑟，你就别犹豫了。你看这天也越来越热了，你这球衣穿着它也是累赘啊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千金裘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就做了3个月，防风隔热。防风隔热，冬暖夏凉，我这耳朵都听起茧了。哎呀，咱们要是没钱，你别说租匹马了，连饭都吃不饱啊。那你就不会？是啊，萧老板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就莫要再迟疑，该放手就放手吧。啊，你们2个是……哎呀，走走走走走吧。放开！别犹豫了，就在前面呢啊！老板，再来个肘子。不行，就10两银子。那钱财乃是身外之物。闭嘴！咱们现在可就10两银子，吃了这顿，很可能就没有下顿。
肖老板，及时行乐呀。你也一样，若是之后实在没钱了，就只能靠你去化缘了。那个，我能再加一份梅花肉吗？当然不行。肖老板，这一路奔波，雷兄弟可最受累了。你也不希望他饿到像刚刚那般浑身无力吧？行吧，最后一份。好。我去那边点。肖老板可是有事要问我？我的10两银子在你身上，除去这顿饭钱，你应该把剩余的上交。肖老板还是这般心细啊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去大梵音寺？自然是有我想见之人。大梵音寺十分有名，相传魔教当年东征之时，魔教教主叶鼎之曾专程前往大梵音寺求问天道之事。肖老板了解的倒是清楚，又不是什么江湖隐秘。你这么想去大梵音寺，不会也是要问什么天道吧？只是去做一件事罢了。什么事？不急，到时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想做一件事，跑这么远去找一个人，说明这个人跟你关系匪浅。算是吧。说起来，我应该叫他一声叔叔。都是上一辈的一些恩怨罢了。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3个人租一间房，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3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我就是做这行的，客栈这门买卖比你们想的水深。又少一笔。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。什么长弓百鬼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
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。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那两个没义气的家伙！少年英雄自当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，怎这般唉声叹气的模样？还把酒当歌呢？都做了马贼的阶下囚了，还哪儿来的？好香啊！喂，是你在喝酒吗？哎，喂，是你在喝酒啊？哎，你也是被马贼抓来的吧？你哪来的酒啊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这位小兄弟，既然我们有缘在此做阶下囚，一起共饮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原本以为这漫漫长夜，我要一个人喝着闷酒度过，没想到却在此遇见小兄弟，我们也算是有缘之人了。酒不错，就是不够烈，没有老糟烧好喝。不知道小兄弟是因何被马贼抓起来的？唉，被两个不靠谱的朋友给坑了。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雷无解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就你我二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雷无杰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好，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，天外天战败，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北离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稚子。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无心，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了。糟了！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的这2位朋友可真是有趣的很呢。哼，要不是他们，我怎么会被倒霉的抓到这里来？下次再见面时，我一定让他们好看。你现在被关在这里，想找他们报仇，怕是没机会喽。谁说的？他们当时的确是很没义气的跑了，但那也是因为事急从权。哦，你为何这么肯定？为什么？感觉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感觉？你可知道这吴昕是什么人？吴昕？
他不是忘忧大师的弟子吗？哎，就算他不来，萧瑟也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毕竟我还欠着萧瑟500两银子呢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别光顾着说我呀，你呢？你朋友不来救你啊？我从来没有朋友，也不需要朋友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来这儿？我吗？我来这里，是因为我想当皇帝。你想当皇帝？哎，你喝多了吧你？你要是当了皇帝，那我就是剑仙了。好，我要是当了皇帝，就封你做剑仙。这剑仙可不是皇帝封的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。你放心，当我朋友来的时候，一并把你也救出去。吵什么吵？出来！哎，喂，你们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啊？这位兄弟，你别慌啊，我朋友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吧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。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。公子，那个人真的会来劫狱吗？劫狱？他现在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，还劫狱？要是他真的来了，我还真想见见他。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。天外天少宗主叶安世。刘杰，刘杰，萧瑟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启城碉楼小处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那倒是。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原本这一出戏已经落幕了，
公子的意思是，天外天想迎回他们的少宗主，中原各派有些不想放虎归山，有些纯粹是对罗刹堂的秘籍感兴趣，这才引来了多方争夺这黄金棺材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多方争夺的这枚棋子会自己跳出棋盘。这样一颗不安分的棋子，走到哪里都是变数。如果他要回天外天，以后我们少不得要跟他打交道，还是提前了解多一些比较好啊。公子说的是。不过想跳出这棋盘，哪里是这么容易的？他就算轻功再怎么绝顶，想甩开各大势力的盯梢，不对，我错了，他一定会回来劫狱。寒水寺无心，特来拜会长生尊义，白虎夜行。大水来！这边！奇怪了，于氏虽然不大，可同北离之间也有通商。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于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憨货，你当官道是河道？说改就改。哪个叫笨货？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这附近的路只有于氏官道这一条，跟着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，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问世之不参涅盘堂里禅者，南乎其不揭路矣。少拽文了你。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